用电多，电闸时不时跳，是不是电流大，电闸小了呢？这时让我过来换电闸，先掐一下电流，看看这3项电流多少。这一项10安，看中间这一项，这一项39安、40安，边上这一项26安，虽然有点偏向，但是不至于跳闸呀。这个电流，这个电闸没必要换呀。白天没开灯，开上灯以后，电流也不至于那么高，所以我觉得它不是电闸的问题。会不会是线路漏电呢？去它下面的配电箱看一下。打开配电箱一抬头，我一眼就发现一个漏电保护器跳了。这还是漏电跳的。这是一个空调的漏保。那是不是这个空调漏电导致的外边的电闸也跟着跳呢？我得测一下这一路电。把漏保下面的零火线拆下来。这是一个5P 空调的电源线。直接测量这3根火线，一个零线对地线。测的零线漏电，火线也漏电。不用说，3根火线都漏。这是示波机空调有问题导致的跳漏电保护器。那就去看一下空调外机，看一下是外机有问题还是线路有问题。是个旧空调，但是走这个管是新的，线是新的。我得打开这外机看看。打开外罩，确定都没有电。虽然我不会修空调，但是里边的东西我还能认识一些。压缩机线路、交流接触器一直处于闭合状态，应该是断开状态啊。压缩机在这儿，380伏的。测一下，一指标笔插空调的外壳，另一指标笔测量进线，标准100到头。直接测压缩机，在这测压缩机这根线，也显示漏电。这是进来的主线，对吧？5P 的空调都是3根火线，一个零线接进来了，通过端子排，有些线是给电路板供电的，还有3根线，380伏直接接到交流接触器的上端。当然，测上端也是漏电的，100到头。通过接触器闭合给压缩机供电，现在都是漏电，接触器处于闭合状态，根本弹不上来。这个接触器是坏的，压缩机缺项或者是一直通电，这样就会烧压缩机啊。所以我拔掉这个插头吧，就是拔掉这个插头，测一下是不是压缩机漏电。直接测这3个插头，压缩机漏电。压缩机一漏电，指定是线圈也完了，很可能是线圈烧坏了导致的线圈漏电。拔掉压缩机再去测进线就好了。所以就确定了故障出现在压缩机上，那剩下的活就交给空调的师傅。换压缩机我玩不了，经常遇到这种情况，像这种现象也只能说收个检测费。刚才那个钳表只能测交流电流，一掐就能知道线上的电流多少。那直流电流呢？比如有正负极的直流电、电动车的直流电、电瓶的直流电，这一款钳表可以测出直流电流。你看啊，现在是 AC 交流电流，我送上电。我这接了一个24伏的直流电 LED 灯，可以直接掐交流电电流 0.2 安。测直流电怎么测？是不是也是往上掐呢？现在交流电流档往上掐不好使，交流电流档测直流不好使。这有个转换键，按一下就是 DC 直流档，上面有个感应电流，把它按这个键复位，也叫调零，然后直接往上掐，掐这个正极，上面显示出是 0.9 安，小数点 0.9 安。那掐这个负极呢？负 0.9 安。操作就是这么操作。以前很少见测直流电的钳形表，直流电也可以这么掐着测，很方便。这个修电瓶车、修汽车的师傅用的多，可以测交直流电压、交直流电流，很方便。
这2款表我都挂在了左下角小黄车。这个故障很奇怪，设备运行碰到限位开关，2秒钟以后，设备运行嘎就全停了。你看这个开关电源的灯，这就不亮了，然后又瞬间来电，设备又能正常启动。每一次只要运行到这个地方，碰到限位开关都会停机。这些输出指示灯瞬间没有电，怀疑开关电源不好，换了个大瓦数的，还是不行。输出的直流电压瞬间就没了。一般这种情况都是24伏的输出电源短路，就是正负短路。在哪短路呢？24伏的电源在设备其他动作的时候都运行正常，灯亮有输出，就是到这个设备碰到限位开关以后，好奇怪呀。那这个电源是给谁供电的呢？给 PLC 供电，还有输出这些控制电路板。现在开机，设备慢慢的运行，通过液压推动往前走，马上要碰到限位开关。碰到限位开关 PLC 会有一个输出，碰到了有个输出，亮灯了，然后1秒钟以后嘎全灭，就这么神奇。然后重新点启动又好使了。反复试了2次，我发现这个11这个灯瞬间亮的时候，电源就跳了。PLC 输出 Y11 在这儿，是不是这个输出控制的后面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呢？我猜一下 Y11 这个线头，再启动设备，设备开始运行，碰到中间那个限位开关，灯亮，然后1秒钟左右，看看 PLC Y11 有没有输出。11这个点有输出，亮灯了。亮灯以后电源没跳，那就是 Y11 输出这个回路有问题。是 Y11 输出回路有问题吗？这个 Y11 后面有控制什么电磁阀或者是什么回路呢？和后面的电磁阀有关系吗？我想确定一下。把这个线头碰一下这个线路板，瞬间没电，拿开线头瞬间恢复，可以确定它的输出回路有问题。他们开始怀疑 PLC 有问题，怀疑电磁阀有问题。Y11 输出是控制这个中间继电器的线圈，给继电器线圈通电，那会不会是继电器线圈有问题呢？先检查一下继电器线圈，我来测一下这个线圈好不好。直接测量线圈的2个插头，100到头，这是通的，这是不正常的。这个继电器线圈它的电阻很大，不可能100到头。它这下面还有一些换下来的继电器头，可以看一下这个继电器头线圈的电阻，这个是正常的。把档位升高，你再看一下，这个电阻是正常的。所以说上一个继电器线圈坏了，找了一个新的继电器头，装上，把线头接上，看看能不能好。好了。好了，没事。一切正常。他们昨天折腾一天，没想到是一个继电器线圈短路造成的故障。感谢您的观看。